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频道武术新传，遇见陈安茂老师，非常的开心。我们在镜头前遇见了武术大师陈安茂老师，赶快来跟陈老师打声招呼。老师你好，老师好，大家好，观众朋友你们好。好，老师这一题观众问的简短有力，请问老师，手指与指甲的长短对运势有何影响？老师这一题问你是问对人了，再拜托一下。在体相生相学里面有所谓的男人若女相，不富也贵；是女人若男相，对，标准说辞叫做不贫也贱。但现在的人听到贫贱两个字，一定很生气，所以把它修饰一下：女人若男相，劳碌不休。所以光体相就有这样的一个界限。是，那手指它的长短。对，大小是不是也反映出是秀还是粗？所以女人的手指要纤秀细长，对，男人的手指要厚实。如果男人手指纤细秀长，叫做文弱师生，文弱师生叫做连伏击之力都没有。你要他做什么大事？可以啊，做军师啊。天天动脑筋，运筹帷幄，所以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当我们的体相不能改变的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我应该适合哪种行业别。当我的手都很纤细了，你叫我搬粗活，我搬不了。当我的手都很厚实了，你叫我做那个纤细的工作，我也做不来。所以以前在看宫廷剧的时候，看到那个皇宫内院，皇后她的手指到老的时候都留得特别长，对。那皇后的手指留多长，其他的嫔妃都不可以超过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有手指的形态，还有指甲的长，代表好命少奶奶不用做事。那像老师我的小指有留指甲，是。我其他4个指头都没有留指甲，为什么我这个指头要留指甲？转过来，我如果小指没有留指甲，我小指没有超过我无名指的这一条线，所以没有超过这一条线，代表我天生就劳碌。为了要偷懒，老师就偷偷把小指甲留，让它超过这一条线，有没有？所以老师的小指有没有留一个指甲？超过这条线。留完以后就比较不会那么辛苦。老师，那这样我每一只都留好不好？如果你是好吃懒做，那你就留看看嘛。所以我都比较不赞成男人好吃懒做。我都希望男人要积极，但是不要太过劳碌。所以老师就是怕太过劳碌，我才留那么一点点而已。所以其他你看我都没有留。所以到现在还是早出晚归，还是好好的来做我的工作。那女孩子呢，应该要稍微留一下指甲。尤其这一个小指，最少就算你的小指都已经超过无名指的这一条线，也要稍微留一点，比老师长一点会比较好。因为小指越长，代表你越不用忙碌。那女孩子越不用忙碌，代表我们家的家事搞不好有佣人，搞不好老公会帮我们做，那我们就可以清闲。所以当女人好命了，代表她家的男人有出息。所以我们不要讲说太太为什么都不做事，应该说你很有出息，让她不用做事。对，老师，我今天在你旁边偷学了2招如何偷懒的好技巧。第一个，要留小手指甲超过这里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睡在老婆旁边，你要睡右边。这2个我都学起来了哈。这个再次感谢老师的时间。老师，我帮女生补充问一下，老师说那个小指甲要超过，那请问有分左右手吗？还是2只手？指甲2手都要。我们以前看相学说什么男左女右，对，有很多种说法。那男左女右为什么会有这个说辞？男为什么要左？左代表后天，右代表先天。那以前的女人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所以她先天只要好命，她就知道她一定会过怎样的生活。所以以前看手相，女孩子看右手，那男孩子为什么看左手？我先天如果不好，我后天我有积极进取的格局。当我去给这个老师看我手相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从小到见到这个老师，
我的左手显现是什么样子，他就知道我现在的学养，我现在的成就，所以看左手就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成就，所以现在的女人比男人厉害的多的是，双博士的都有，总统都当过了，对，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看手相，两只手都要互相的比对，看你先天具备的格局如何，后天你做到现在，你又尽了多少分力？所以当我们的两只手掌这样子印起来，光看我们的手纹，就知道你先天跟后天有没有吻合。所以指甲要留。老师两只都有留，有没有看到？两只，但我都留的不长，因为怕留太长被太太唠叨说我懒惰，所以就留了一点点。是 OK， 谢谢老师今天对这一题相当风趣的解答了哈，我觉得这一题也相当有意思。再次感谢您的时间，谢谢老师。好的，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对武术方面有兴趣的话，记得锁定陈茂老师的频道。也一起把影片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一起来认识陈茂老师的好学问喽！武术新传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你的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的影片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